当猫狗遇到同类的时候，都会上前去闻一闻对方的屁股，对方也会反过来闻一闻他们的屁股。尤其是到了发情期，这种情况更常见。在交配之前，闻屁股是必做的事情，闻完之后就会开始进行交配。这到底是为何呢？闻屁股难道是动物交配前特有的一种礼节吗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动物交配前互相闻对方的屁股，并不是什么特有的礼节，也不是动物什么特有的癖好，而是一种感知激素信息的方式。简单来讲，主要就是3点原因：第一，闻一闻与自己的气场合不合，能不能臣服于自己；第二，闻一闻有没有其他同性留下的味道，看看有没有被别的同类捷足先登；第三，闻一闻异性的身体状况如何，适不适合给自己养育下一代。以狗为例，他们判断异性与自己气场合不合，主要就是通过味道来辨别。狗的嗅觉非常的灵敏，能闻到人类闻不到的各种味道。它们对事物进行判断，靠的不是眼睛，而是自己的鼻子。在狗的鼻腔里拥有大量的叫做嗅上皮的东西，是狗专门用来闻味道、区别味道的器官。而在狗的肛门处有一个叫做顶泌腺的器官，这个器官负责的是向外散发信息，各种各样的信息，什么都有。狗通过发达的嗅上皮闻异性的顶泌腺所释放出来的信息，就能很轻松地了解面前的这个异性所有的信息和过往。对狗来说，闻了异性的屁股之后，就是在异性的世界里走了一遍，从小到大的所有事情它都能知道。简而言之，面前的这位美女或者帅哥，在自己面前就像是不穿衣服一样，早已被看得透透的。很多动物通过互相闻屁股，会判断出站在面前的这个异性，我能不能压制它。尤其是雄性主动靠近雌性的时候，它们会通过闻屁股来判断这是个母老虎还是个娇娘子。如果是个母老虎，那么是万万不能进行下一步的。万一还没开始接触，母老虎先给自己咬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其次，还会闻一闻有没有其他同性的味道，这也很好理解。人的世界不允许出现小三小四，不允许乱搞，动物的世界难道就允许吗？别看动物们一生中有很多交配对象，看似私生活很混乱，但其实人家单次的交配那可是很纯洁的。尤其是在交配之前，那必须得是独一无二的，完完全全只属于自己的。通过闻屁股，动物们能闻出来不同同类的味道。如果闻到了不属于面前这只异性的味道，那么在短时间内，它肯定跟其他的同性交配过了，早已被人捷足先登。那自己和它交配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谁能保证生下来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后代呢？所以，为了自己基因延续的纯正性，动物们在交配之前就要闻一闻对方的屁股，确保自己是第一个，这样才能安心的交配。闻屁股还能判断出面前的异性适不适合养育后代。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动物的体检，没有什么精妙的仪器，也没有什么科学的理论，只单纯靠气味就能判断出动物的身体情况如何，适不适合生育。人希望自己的家人身体健康，其实动物也一样。他们也希望自己孩子的母亲或者是父亲是个健康体，如果其中一方不健康的话，生下来的孩子很有可能体弱，或者是遗传一方的疾病。这对于动物来说是残忍的，因为这意味着妈妈可能会遗弃有疾病的下一代，等待他们的最终也会是死亡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动物们在交配之前通过闻屁股的方式来判断异性适不适合生育，适不适合给自己养育下一代。除了闻屁股，在动物界奇葩的交配行为还有的是，就比如说蜘蛛的交配行为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命的终结，尤其是非洲东部的一个名叫血猴跳蛛的蜘蛛，它们在交配完之后，雌性蜘蛛会将雄性蜘蛛给吃掉，而且这些雄性蜘蛛的体格要比雌性蜘蛛大得多。科学家们研究发现，雌性蜘蛛之所以会吃掉雄性蜘蛛，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代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强壮，让自己的孩子更健康。还有一种拥有奇特交配方式的动物就是蜗牛，它们是通过触角接触之后再进行交配的。这和很多闻屁股获取信息再交配的动物其实是一样的。蜗牛通过触角的接触来感知对方的信息，如果觉得合适，那么就会进行下一步；如果觉得不合适，那么就会相忘于江湖。但是蜗牛是雌雄同体的生物，
也就是说，一只蜗牛可以是雌性，也可以是雄性。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生物繁殖起来应该很快，因为想什么时候繁衍就什么时候繁衍，自己就能完成所有的事情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蜗牛虽然是雌雄同体，但却是一体受精的生物，也就是说，还得是一对儿碰到一起才能完成繁衍。在触角确认合适之后，两只蜗牛就会慢慢靠近，直到全部的身体从头到尾贴合起来之后，充当雄性的那一只就会把生殖器官放进雌性的身体内，进行短则1-2个小时，长则3-4个小时的交配。动物界还有一种非常残忍且恶心的交配方式，就是床虱的交配方式。它们主打一个粗暴，简直就是刺杀。床虱在交配的时候，并不是有专门的交配器官，而是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以。雄性床虱只要找到雌性床虱，就会在雌性床虱的身上随便一个地方开始猛刺。等到交配完毕之后，你会发现雌性床虱的身上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，简直惨不忍睹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